好，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在這一場美伊之間的戰爭，我們要來關心到是伊朗他說的，他擊落了來自於美軍的 F-16還有 F-15，但是美軍否認這個戰損。羅生門，等一下我們來做一下解讀。另外呢，這個伊朗啊，不只是封鎖了荷姆茲海峽，是不是現在呢在紅海的地方也能夠被封鎖呢？我們今天會就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現在先看到這個中東戰火持續的延燒，全球經濟當然跟着搖搖欲墜，而美國跟以色列也持續的喊話，伊朗的方面當然也回嗆，他說有許多的戰果，兩個，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，他說呢，他們在伊朗這邊呢，因為南部沿海因為使用地對空的導彈，所以成功攔截了F-15。第二件事情是說，他們在伊朗的中部地區用新型的防空系統，同樣也是擊中了來自於以色列的 F-16。針對於這些戰損，我們看到以色列是保持沉默，美國方面則是完全的否認，而且還說了，他說我們美軍啊，一共是執行了超過8000架次的作戰飛行。當中沒有任何美軍的戰鬥機被伊朗給擊落，但是過去的數字卻是打臉的。我們要來看到有其中幾個案例，當初在這個伊拉克的時候，可以看到墜毀的機上一共是有6個人全數罹難，是因為這個空中加油機的墜毀。再來呢，在沙烏地這邊這個基地空軍基地呢遭到伊朗的飛彈襲擊，5架美國的空中加油機船因此受損。最後還包括來看到五角大廈證實的美軍1架 F-35逆中戰機被伊朗擊中之後，被迫只好最後是緊急降落。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艦長怎麼看伊朗說的擊中了 F-15，攔截了 F-16，包括了美軍又全面否認，這一些羅生門到底怎麼解釋？因為美國不斷的透過認知作戰或者是輿論戰的方式，形塑美國的所有戰機、所有的裝備都是地表最強的。例如說，他講 F-35是地表最強，除了 F-22之外的最強逆中戰機。他講有關於 F-15是地表最強的炸彈卡車，那他都是這麼形容的。但是呢，現在如果遇到這一個伊朗使用消耗戰的对抗的话，他真的快昏倒了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個是 CNN 的報道啊，有關於 F-35，那他說沒有被擊中，但他說沒有被打到墜毀，但是緊急迫降。那這個事情呢，那我們看到伊朗也不是那個就讓你單獨的講而已，他有釋出這些照片。我們台灣的最大的問題啊，就是大家呢過分相信美國，其他的一律不採信。大家說這些是假的，那說這個呢，為什麼它的後面會拖着一道像那個刺針一樣的東西？那個是馬赫環啊。高速在飛行的時候，它這個就是標準的紅外線的訊號。那有人說，那為什麼這個飛彈沒有呢？因為飛彈距離我們比較近啊，那所以呢，相對之下沒有。你說你如果說是正常，你可以這樣子看到戰機的話，你覺得你距離戰機多近啊？那所以呢，它這個是放大再放大的一個結果。我們從它這一個爆炸的狀況就可以知道了。而且呢，現在的伊朗電視又公布了另外一架，也這架就是 F-16被攻擊的狀況。那所以啊，現在這個時代是講究有图有真相的时候，你美國怎麼講，沒有人會相信的。那我們看到啊，它可能使用的飛彈呢，可有2種，一種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一種R-27的這個飛彈，這飛彈其實是非常老舊的飛彈，不過當它使用這種被動的導引的時候，那就可能很有效了。另外一種，我們看到的358飛彈，其實358飛彈說穿了，也就是俄羅斯的薩姆67的飛彈。那這個他們曾經閱兵，這是閱兵的照片。那這是他們當初展示給他們的那個俄羅斯的那個人員看的。因為那是俄羅斯的飛彈，表示我們使用的很好啊。大家會說 F-35無堅不摧啊。那可是呢，實際上我們來看啊，它的這一個 DAS， 也就是我們講到的有關於雷達反射的這一個接收的裝置，其實它全身 F-35它有六個，
那6個呢，包含它的上面以及它的側面以及它的下面全部都有。但是，也就是說，當你在戰局的時候，也就是你遭受到多重威脅的時候，因為伊朗沒有告訴我們他到底是用幾顆飛彈來攻擊的。如果他用的數量多的話，那就很難說了。而且其實這個問題早就發生了。為什麼？我们來看到，在去年5月13號的時候，就有談到胡塞組織早就已經對於不管是 F-16或者 F-35都有曾經幾乎擊落的經驗。但是美軍有沒有吸取這個經驗，還是我們剛剛講到的無堅不摧，連自己都相信了，然後反而是當作戰的時候沒有做好準備。好，這個是美國透過他們的這個飛彈哦，我們可以伊朗透過他的飛彈，可以說把這個成功的把美國的戰機給打落下來，這個是一部分。那另外一部分，其實另外一部分是來看到的是海上的封鎖線。我們要來特別看到的是，伊朗它現在實施的封鎖，不只是荷姆茲海峽做封鎖，現在還有來自於紅海，說這個胡塞組織也有能力做出手。但荷姆茲海峽呢，根據 CNN 的報道說，最壞情況可能封鎖半年，甚至傳出伊朗要這個徵收10%的安全稅。楊老師怎麼看？川普不在乎人道，其實美國大概從拜登政府開始我覺得他們就不在乎了。如果他們在乎的話，怎麼會容忍在加沙地區的大屠殺72000人死亡呢？但是這種違反人道不影響美國的利益，他就不在乎。但如果說這個影響到美國的經濟、美國的政治，甚至他的金主跟家族的利益，他就非常在乎。所以呢，你就看到现在伊朗採取的就是它就叫做跟你相互毀滅，也就是你打我，我就報復你，然後他不斷的證明他有這個報復的能力。儘管今天這個政府上層已經都被就是暗殺，然後呢已經去中心化，但是他又再中心化，他整個70多波的攻擊到現在為止，讓整個海灣地區美軍基地以及以色列都招架不住。以色列現在已經受傷4000人。你想想看，2個飛彈造成以色列南部只有100人受傷，那4000人是多少飛彈造成以色列多少建築的損毀？只不過是這些沒有在西方的媒體呈現出來，可能一看數字我們就可以推論。那現在伊朗跟你打，等於是玉石俱焚，相互保證毀滅，來嚇阻美國跟以色列再次不斷的把戰爭提升。那這裡面當然會延伸從荷姆茲海峽到紅海。不過紅海它的困難度就是，胡塞組織是什葉派支持，伊朗支持，過去也曾經在加沙戰爭當中呢對以色列產生的攻擊，因為它跟以色列有一段距離，對然後呢它也是這種打帶跑，因此呢以色列很難完全的掌握住它。那個時候後來我們看到了，就是歐洲跟北約有所謂的真的叫護航行動。那可是呢，因為胡塞組織相對的弱小很多，而且它不是用彈道飛彈少數他用火箭炮，那或者是少數的無人機。那個時候呢，他是來自於伊朗的援助也不夠。現在我覺得伊朗對他的援助也不容易啊。然後呢，你看到以色列現在對於真主黨的攻擊是已經進入到地面戰爭，所以以色列如果面臨到胡塞組織一旦也開始在做紅海的封鎖的話，那大概相關的這種攻擊會很強烈。可是打到最後只要有管道，我覺得伊朗也會動用到胡塞組織這個力量。除了荷姆茲海峽之外，在就是紅海，我去攔截你。荷姆茲海峽只是攔截20%的油氣以及大宗物資，像是化學肥料但是呢，紅海它就會影響到整個歐洲跟亞洲的航運。那你就要繞道到就是非洲的南部的好望角，那個整個運費跟這個過程呢，時間加長，運費增加但是並不是表示沒有取代的這個方向，所以呢，它的這個衝擊也會產生。
蠻大的影響的。好，紅海的衝擊是下一波要來持續觀察，就是胡塞組織真的是否有能力，或者是說會不會真的動手？但是荷姆茲的海峽的衝擊是立即性的，從多方面都可以看得出來，包括現在已經看起來是燃油價格已經狂飆了，現在油價正式突破每一桶是$110，中東的原油逼近$164高點，航空業的受損，我們來看到畫面上，全球20大航空公司市值蒸發1.7兆，產業鏈的受阻包括了歐洲車廠依賴亞洲零組件，晶片出現斷供，再來就是天然氣10天之內都可能停擺，最後是糧食警報，戰事再拖下去，全球糧食會陷入糧食危機當中。聶老師怎麼看 ？OK， 能源真的非常重要。我相信20世紀，不管你開車、坐飛機啊，甚至你各種民生的東西，都要靠所謂的能源。那麼當然還有我們的天然气，在制造所有的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区域，也都要靠气來做我們的維生啊。我們叫 make living， 需要靠這麼重要一些這個原食材。而能源大家也知道，我們有核心物價、非核心物價，也就是如果我們談核心物價不包括能源，那我們 cover 它的話，你會發現它會顯現得更嚴重。當能源出現了它的變化的時候，它一定會慢慢影響到其他的物價。那這個我們就我想這個大家是心知肚明。那我先講一下，現在才發生多久？才發生了3個多禮拜，那個油價其實已經講了差不多 double 啊。你說110、115，大概是這樣子。布蘭特，它原來是60、70，你知道很可怕。為什麼才3個禮拜？因為我們要這個稍微科普一下，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在1972、73年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呢漲了3倍沒有錯，但是拖了1-2年。到第二次呢，在1979年的時候，也是1年漲差不多1倍。現在才幾個禮拜就已經漲這麼多。那麼現在所有的這個文獻都在講啊，在經濟文獻都很清楚告訴世人說，這一次打的真正嚴重度超過那2次的石油危機。其實這算第4次，因為1990年我們把它號稱叫第3次。這一次的石油危機一定會被未來的歷史記錄的現在，我們的現在就是未來的過去嘛，哈，這應該會是一個很重要的2026年的石油危機第4次，而且是應該蠻嚴峻的。所以呢，你說如果半年會不會這個會怎麼樣？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預估，因為還要去沙盤推演。重點就是荷姆斯海峽，你要怎麼收場？我先講一下，我的認為啦，收場最後應該是美國會讓步。我這樣認為，美伊會稍微讓步，因為這真的影響到這個全世界所有的未來的發展，而全世界應該會群起打法。因為你的力量太大，你的聲浪太大，大家不太敢直接指責你。你把一個這個大家要使用的超商把它燒了，還要我們去救火。你告訴人家說你自己有這個民生物資，你可以生存，那我們都不能生存。大家是敢怒不敢言。這時候他為了維繫真正叫和平的時候，他一定會做適當的讓步。但這個讓步呢，應該是美國會顧及他面子下的讓步。那我先講一下2月底所提的和平4大條件，跟剛才講到6大承諾，裡面內容不是很一樣嗎？一開始不是限縮你的這個農作業的發展嗎？第二不就是彈道嗎？不管你5年幾年，重點就是那是最主要的2個，就是不希望你伊朗把這個核做成了核武，然後呢又有彈道做成洲際彈道，能夠北韓一樣威脅到美國，當然他也要幫這個以色列當去撐腰。但重點是你會發覺打到現在開始，你還是用這樣的談判，請問？對方都已經講我不怕死，也看穿了你，他怎麼會和談？所以他也提出了3個。剛才這個思明也講到，第一個停火，第二個不要再侵犯我，就是你以後不能再這個隨便打我。第3個很重要，還要把我當時損失的賠償，生命賠不回來，最好錢要賠回來，把國家要稍微恢復。美國會馬上做嗎？不會。可是呢，我覺得somehow啊，為了顧及全球這個地球村，我們活在這個地方 globalization 哈，再怎麼說。美國最後他做霸主，他一定要做到這樣的一個和平維護。我覺得，當然他太好面子，他一定要贏，他一定要私下談。你讓我贏，讓我有點面子好不好？我就怎麼樣收手一下，然後要維持。我認為是顧及他面子之下的讓步，這是美國應該會讓。是，好，謝謝聶老師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。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。